今天下午我们要聊的这个股票是港股的中国软件国际啊，这是来自于咱们的一个粉丝约稿。从当下的这个价格5块附近来看，那整体向上的幅度是足够的啊，可操作的空间也是足够的。那接下来我们通过周期来分析机会在哪里。欢迎大家来到正经参考的频道，咱们这个频道主要是通过波浪理论和形态学来分析市场当中当前存在的机会以及提示风险。那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分类的合集我们都在 B 站上已经上传，大家可以去当中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品种，同时也可以把你认为好的品种留言，那么我们后期经过分析也会以视频的形式一一呈现给大家。那由于 B 站这个审核的原因，所以大部分的视频并没有在 B 站上上传，只是放在我们的社群以及会员群当中。如果你还有其他需求，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来了解会员权益和会员资格。下来我们进入本期视频的一个主题。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月线图，整体上市的时间是比较长，从08年至今大致是一个16年的一个时间。在这16年的时间里面走出了一波上涨行情以及一个中期的一个调整。那么下来我们从这个图表开始的来说起，最低点出现在2009年的1月初，低点是 0.46， 第一波上涨的高点是出现在21年的8月初，高点是在 16.28。 整体走势 0.46 开始，首先是走出了一个引导楔形之后经历了一个中期的3波调整，然后再次向上。所以这里大结构上来看，它是一个3波形态，可以看作它是一个3波的 ABC 调整。接下来我们用一下黄金分割看一下之后的调整的一个回撤幅度。通过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0.764 的下跌目标是已经抵达了，并且在盘中是有那么3个月时间是在这个 0.764 下方在运行，所以说它整体的回撤幅度是已经满足了，并且它这一次的回撤的时间跨度也是比较符合要求的，最低点是 3.38。 这次回落整体的一个结构，它也是一个3波形态 A 不规则的一个 B 然后再次下跌的一个 C。 那从当前蓝色段和黑色段的走势我们可以看出来，它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推动浪的一个形式，也就是五浪推动的一个形式。那么当前我们只能认为 0.46 到 16.28 是一个3波 ABC 形态，从 16.28 回撤到 3.38 同样是一个 ABC 形态。那当前从 3.38 再次往上有2种预期，第一种预期依然是一个3波 ABC 形态，第二种预期可能会发展成一个五浪推动的一个形态。那么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截止到目前这一次的反弹的一个幅度和力度。同样我们要把这个黄金分割重新划分一下。那通过当前这个黄金分割我们就看到了首先这个 3.38 第一波上涨涨到了 9.32， 这个旗杆是已经拉出来了既然旗杆拉出来，那说明 3.38 到这到 9.32 这个幅度也是比较满足的，因为它直接进入到了 0.382 到 50% 这个压力区域，那说明此处上涨第一波结束。这里我们暂时给它定义为 A 或者是一浪，之后从这个 9.32 再次出现回落回落的幅度也是比较充分，低点是 4.04， 此处我们给它定义为B 浪或者是二浪 B 或2。那当下我们就是要研究这个 C 浪或者是3浪运行在了哪一个阶段，有没有机会参与后期这个 C 浪或者3浪的上涨走势。此处是处于 B 浪或2浪结束转折到 C 浪或3浪的一个转折期间。那后期整体上方的这个压力目标，那么将会逐步看到 50% 到618这个区域，这个区域的目标位它是位于 9.80 到 11.30 这个区域。那所以从当下的这个价格5块附近来看，那整体向上的幅度是足够的可操作的空间也是足够的。那接下来我们通过更小的周期来分析机会在哪里。我们这里将时间调整到更小周期的周线图。首先我们要通过黄金分割看一下此次这个 B 浪或2浪的一个回撤的一个幅度。
大家可以看到盘中是2次刺穿了 0.764 的位置，那说明这个向下调整的这个幅度是达标了，并且可以看一下它的运行形态也是一个标准的一个3波形态，所以这里就是比较明确，它就是一个 B 或者是一个2。那从 4.04 开始，那其实就是已经进入到这个当前的 C 或者3浪的一个初期。那下来我们继续缩小这个时间周期，来看一下日线图。那日线图我们就将最近的这一波上涨走势的黄金分割划分一下。刚才我们说过，从 4.04 开始，它是已经进入到 C 或者是3浪初3浪的初期。那么这里把它当前的结构，我们可以继续在次级别里面再次细分。这可能是子浪1回撤的一个3波，子浪2目前应该是处于这个子浪3子浪3的一个初期，这里分别标注一下，子浪1下方是子浪2，并且这个子浪2我们可以看到是已经进入到了黄金分割 0.618 到 0.764 这个区域具体的价格也就是 4.60 到 4.40 这个区域，因此这一区间的支撑暂时目前来看是有效的。那接下来其实我们就是要考虑如何参与到后面这个子浪3的上涨当中。那通过黄金分割的划分它是已经进入到 4.60 到 4.40 的这个区域里面，尤其这个 4.40 它是一个日线级别的多空节点 4.40， 此处之上我们依然是维持一个看涨做多的这样一个思路。那目前我们通过这个左右形态的一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是位于 4.80， 那也就是说近期如果说这个中国软件国际的股价它回撤靠近了 4.80， 我们是可以去考虑分批建仓的，但是依然是要保持之前所说的一个思路，底仓一般不建议你太重，保持 20%、30% 就可以了。后期等待它突破子浪1之后，才会轮到这个所谓的一个加仓点，因为只有突破子浪1的高点，才能确认目前子浪3正式展开，否则它还是会围绕相对的这个大区域做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走势。那因此近期大家就是目前是在 5.07， 距离这个 4.80 大致还有 0.27 的一个空间也就是 5%、6% 的一个空间所以大家稍微等待近期看有没有这样一个回撤的一个动作来给到我们一个进场看涨的一个机会。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咱们关于中国软件国际的波浪结构形态分析以及后期的机会所在，同时下方的这个日线多空节点的防守位置也告诉了大家。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